旺财、团子，妈妈对不起你们，刚带你们绝育完就出车祸，害得你们跟我一起死。你们在汪星和喵星一定要好好。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在宫中焚纸！给我拿下！我没有，我只是在祭奠我的狗和猫。死到临头还嘴硬，来人，给我乱棍打死！这味道是铲屎的，他来找我了。皇上，老奴不知皇上在此，惊扰圣驾，罪该万死。狗奴才，你敢打他？皇上，这贱婢在宫中烧纸，违背宫规。放肆！朕的人你也敢教训？滚！妈，你也来了。旺财，你是我的旺财。先起开，你太重了。走，跟我回宫，吃香的喝辣的。死狗，你拉完屎了？这个贵妃也太好看了吧！旺财吃的也太好了。这股熟悉的猫薄荷味，铲屎的。妈，你怎么才来找我？团子，你是团子。去，这是我的铲屎官，你一只猫凑什么热闹？死狗，你再吼一句试试，信不信我挠花你的脸？太好了，旺财、团子，我们一家三口终于团聚了。林笑笑，你一个低等宫女敢得罪我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！旺财，救命！谁敢伤我妈，找死！皇上饶命！老奴是怕这妖女伤了龙体呀。萧夜，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不要随便拆门。妈，我错了，下次我走窗户。拖下去，剁了喂狗。皇上，你好歹看一眼奏折吧，这都堆成山了。这些东西像虫子一样，朕看不懂，朕要出去玩。坐下，不批完奏折不准去。皇上，臣妾抓到这妖女的把柄了，她竟敢在御书房魅惑君心。来人，把这妖女给我拿下！哟，白妃妹妹好大的威风啊，敢在皇上的御书房大呼小叫。苏贵妃，这贱婢用妖术迷惑皇上，你还不与我一同将她拿下？皇上，白妃妹妹好凶啊！你血口喷人，我连碰都没碰你。放肆！朕亲眼看到你推了爱妃，你这毒妇竟敢撒野！皇上明察，臣妾真的没有，是他们合谋陷害臣妾。哎，白妃娘娘，我知道您嫉妒我深得圣意，但你也不能拿贵妃娘娘出气。来人，白妃殿前失仪，禁足半月，罚抄女监100遍。皇上，臣妾是冤枉的。死狗，你身上的味儿真大！死猫，你再骂一句试试！万恶的资本家，穿越了居然还要加班，这暴君连字都认不全，大楚国迟早要完。这江南水患的折子写的什么狗屁不通的文言文，直接拨款不就行了？以月，速拨款10万两，搞不定提头来见。以月搞不定提头来见，这后面的圆框是什么鬼画符？皇上，最近形势极其古怪，不仅留宿一个浣衣局的贱婢，连批阅奏折的笔迹和语气都变了。皇上不对劲，来人，去查那个叫林笑笑的宫女，
本王倒要看看他在搞什么名堂。皇上，昨日您批复户部关于赋税新政的折子，言辞极其荒谬。臣敢问皇上，究竟是何意？这汪的，这老邓在说什么鸟语？铲屎的也没教过我呀！皇上为何不语？莫非这折子根本不是皇上亲笔所批，而是受了妖人蛊惑？这老狐狸要发难了！告诉他，富人多交税，穷人少交税，缩小贫富差距，这叫宏观调控。摄政王听好了，朕的意思是，富人多交税，穷人少交税，缩小贫富差距，这叫宏观调控，懂？宏观调控，此等治国之理，竟是从这草包皇帝口中说出。皇上圣明，臣受教了。酒，有酒在滚，我要去捡。坐下，那是石头，不是酒。摄政王，你的东西掉了，还不捡起来？皇上，臣妾知错了，特地熬了十全大补汤来给皇上和林姑娘赔罪。林姑娘，之前是本宫不对，这碗汤你一定要喝。这味道有夹竹桃和断肠草的成分，剧毒。白妃妹妹熬的汤好香啊！皇上，臣妾也想喝嘛。贵妃娘娘，这汤是给……这汤有毒！太医，快传太医！不是我没有下毒，是他，是林笑笑下毒陷害我。来人，浣衣局宫女林笑笑谋害当朝贵妃，罪无可恕，给本王就地正法。皇上，妖女林笑笑毒害贵妃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臣奉旨清君侧，还请皇上不要阻拦。你给朕滚开！皇上如此包庇一个宫女，莫非真如宫中传闻所言，皇上被妖女施了迷魂术？摄政王大人，您说我下毒，证据呢？白妃亲手熬的汤，全程只有你端过，贵妃喝下你的汤中毒，这不是证据是什么？第一，汤是白妃端进来的，也是白妃盛的。第二，贵妃抢在我前面喝汤，我连碗都没碰到。第三，这血的颜色偏紫黑，是断肠草的典型症状，夹竹桃则会导致心律失常、瞳孔散大。摄政王大人对毒理如此精通，连太医都不用传就能定罪，真是见多识广啊！巧言令色，来人，搜他的身！谁敢碰他，朕灭了他！皇上，您这是要与满朝文武为敌吗？摄政王大人，与其在这里血口喷人，不如先传太医救人，等贵妃醒了，真相自然大白。您说呢？好，传太医，本王倒要看看你能嘴硬到几时。回皇上，贵妃娘娘确实是中毒，所幸剂量不算太大，家娘娘体质异于常人。奇怪，这脉象怎么忽快忽慢，像猫一样？少废话，能不能救？能，臣有解毒方子，只是需要3日才能苏醒。那就麻烦太医了。真是的，我好怕，我怕那只死猫死了，我更怕你死了。不怕，妈妈在呢。团子那猫命硬得很，绝育都没死，这点毒死不了。那个老登，我要把他碎尸万段！旺财，听我说，现在不是冲动的时候。摄政王敢带兵进宫，说明他已经做好了必定的准备。你今天要是动了他，他的党羽马上就会造反。造反就造反，朕把他们都杀了！别总想着打杀，你是皇帝，不是哈士奇。可我本来就是哈士奇啊。行吧，你说的对，上辈子出车祸撞死，这辈子还要给狗皇帝当妈，这就是命吧。旺财，起来，跟你说正事。
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有刺客？今天的事你看出来了吗？赵全那个老东西，早就想反了。他今天带御林军进攻，名为抓我，实则是试探你的底线。他发现你不像以前那么好控制了，所以急了。朕以前那是装的。装的？也不算装，就是刚穿越过来的时候，我脑子不太清楚，就知道吃和睡。后来慢慢想起前世的事儿了，但我发现当暴君挺爽的，就继续演下去了。所以你不是真的蠢。铲屎的，你这话好伤人。我只是识字少，不是智商低。行，我重新评估一下局势。赵全权倾朝野，党羽遍布6部，手里还捏着御林军的一半兵权。今天他带来的那些人，明显是他的人。这说明皇宫的安保系统已经出现漏洞了。安保什么？就是宫里的守卫。简单来说，你家已经被贼惦记上了，而且这个贼还拿着你家的一半钥匙。那我把锁换了。你能不能别用狗脑子想问题？我就这点优势。换锁没用，贼会翻墙。我们要做的是把贼引出来，然后关门打狗。打狗？打什么狗？不是打你这种狗，我的意思是设个圈套，让赵全主动造反，然后我们名正言顺地灭了他。这个好，铲屎的你真聪明。怎么设圈套？他今天想用白妃下毒的事除掉我，说明他最忌惮的不是你，而是我，因为我是最大的变数。如果我死了呢？不行！假的，假死。你听我说完。你说。3天后，苏贵妃醒来，她会指认白妃下毒。白妃是赵全的人，一旦被供出来，赵全要么弃车保帅，要么狗急跳墙。以赵全的性格，他一定会选择狗急跳墙，因为他知道白妃扛不住刑，一定会把他供出来。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所以他会提前造反。对，而我们要做的就是在他造反那天，让他以为他已经赢了，然后一拳打碎他的美梦。铲鼠的，你笑起来好可怕。闭嘴，去睡觉，明天还有一堆事要安排。对了，铲鼠的，那只死猫醒了，我要不要跟他说点什么？比如谢谢他替你挡毒。不用，骂他2句就行。他不爱看你煽情。好嘞。 3天后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。赵全，你最好准备好迎接现代职场人的降维打击。你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吗？贵妃明天就会醒。什么？她会指认你下毒，皇上会把你打入天牢严刑拷打，你扛得住吗？王爷救我！我什么都不会说的，我死也不会出卖王爷的。我知道你不会出卖我，但我不信你扛得住酷刑。你放心，我不会让你受苦的。王爷，今晚会有人来送你上路，体面一点，别挣扎。赵全，你这个禽兽！我为你做了那么多，你不得好死！女人果然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回皇上，白妃娘娘今晚在寝宫自缢身亡，留下遗书承认下毒谋害贵妃。自缢？他那种人会自缢？现场有挣扎痕迹，但仵作验尸说是自缢，属下觉得其中有蹊跷。杀人灭口，赵全动作真快。他这是在断尾求生。不只是断尾，你想想，白妃死了，死无对证，下毒的案子就结了。表面上是他弃车保帅，实际上是他在试探你的反应。试探我？对，如果你大动干戈追查白妃的死因，说明你已经准备和他撕破脸，他就会提前动手。如果你不了了之，说明你还没准备好，他就会继续布局。那我要怎么做？不了了之，让他以为你怕了。可是那只白莲花虽然讨厌，但它好歹是一条命，就这么算了？当然不能就这么算了，但不是现在。现在动手，师出无名。我们要等他先出手，到时候新账旧账一起算。这是我要你去查的东西。赵全的党羽名单、兵力部署、秘密联络点，越详细越好。姑娘怎么知道这些？奏折里看出来的。户部的粮草调拨，兵部的人员调动，吏部的官员任免，都是有规律的。顺着规律找，就能找到赵全的爪牙。姑娘厉害，属下这就去办。铲屎的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
那些奏折我看都看不懂，你竟然能看出这么多门道。这叫信息整合能力。上辈子我在互联网公司上班，天天看数据报表，这点东西算什么？铲屎的，你以前到底是做什么的？产品经理，就是那种天天被老板骂、被程序员怼、被设计师翻白眼的工具人。那你这辈子不用受苦了，我养你。你现在不就是在靠我养吗？奏折谁批的？朝堂上的话谁教的？那个，咱们是互相扶持吗？赵全，你想当皇帝是吧？那就看看是你这个古代权谋家厉害，还是我这个被996摧残过的现代社畜更狠。铲屎的，你瘦了。团子，你终于醒了，你吓死妈妈了！松手松手，我快被你勒死了！哭什么哭？我又没死，就是那汤太难喝了，白妃厨艺真差。你还有心情吐槽厨艺？你喝了毒药知不知道？知道啊，但我看那碗汤是端给你的，总不能让你喝吧？你这傻猫！别哭了，烦死了。对了，那只死狗呢？上朝去了。今天朝堂上有大事。什么大事？赵全今天要在朝堂上提亲。提亲？提谁的亲？他的女儿赵婉儿想送进宫当皇后。这是想用女儿拴住皇上，还是想让他女儿当卧底？都有。而且他选在这个时间点提亲，明显是想试探皇上的态度。如果皇上拒绝了，他就有借口发难。皇上打算怎么办？同意。什么？同意他女儿进宫，但不是当皇后，是当妃子。皇后的位置另有人选。那个人选该不会是你吧？是。你要嫁给那只死狗？不行，我不同意，那个拆家就配不上你。松手！假的，权宜之计。什么意思？赵全不是想让女儿当皇后吗？我就偏不让她如愿。皇上会封我当皇后，这样后宫的大权就在我们手里。赵全就算把女儿送进来，也只是个妃子，翻不出什么浪花。那赵全能答应？他答不答应无所谓，圣旨一下，他还能抗旨不成？他要真抗旨，那就是造反，我们正好名正言顺地打他。那你要真嫁给那只死狗怎么办？不会的，等赵全倒了，我再找个借口退位让贤，反正皇后的位置只是个工具，用完就扔。铲屎的，你有没有想过，那只死狗是认真的？什么认真？唉，算了，当我没说，你继续你的计划吧，我配合你。团子刚才那句话是什么意思？旺财认真，认真什么？原来在铲屎的眼里，我只是个工具啊！皇上，臣之女婉儿知书达理，德才兼备，臣恳请皇上册封婉儿为后。请皇上恩准，册封赵小姐为后。摄政王爱女心切，朕心甚慰。不过，皇后的位置，朕已经有人选了。敢问皇上，选中的是哪家闺秀？御前宫女林笑笑。皇上不可！林氏乃浣衣局宫女出身，身份卑微，怎配母仪天下？皇上三思，此女来历不明，恐有不轨之心。皇上，您要册封一个宫女为后，这是要置满朝文武的脸面于何地？朕的皇后，朕说了算，谁敢多言，斩！这草包皇帝什么时候学会先下手为强了？背后必有高人指点，一定是那个林笑笑。皇上圣明，臣遵旨。林笑笑，你既然想当皇后，那就别怪本王不客气了。一个死人是当不了皇后的。你真的扳指了？嗯。我不是说了吗？这是权宜之计，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就扳指了？我商量了，你没在。我不在你就自己拿主意？你是狗吗？我本来就是狗。行，我不跟你吵。现在旨意已经下了，全天下都知道我要当皇后了，你满意了？陈叔的，你不想当皇后吗？这不是想不想的问题，我是现代人，我压根没想过要嫁人，更没想过要嫁给你。
所以你不想嫁给我？旺财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是我的狗，我当然爱你，但那不是男女之间的那种爱，你明白吗？但我现在是人，我对你的感情既是狗对主人的忠诚，也是男人对女人的爱。前世你每天加班，我就趴在门口等你。这辈子，我想以男人的身份保护你。你别说这种话，我受不了。我不会逼你，你不愿意，我就不勉强。圣旨的事是我自作主张，对不起。这真的是那只只会拆家的哈斯基吗？圣旨已经下了，覆水难收。皇后的事先这么定着吧，等赵全的事了结了，我们再谈。好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，不能被一只狗的表白打动了。林笑笑，你可是见过世面的现代人。陈氏的耳朵红了，他害羞了，他对我也有感觉。皇上突然册封那个宫女为后，你们怎么看？王爷，此事蹊跷，那宫女来皇宫不过月余，就能让皇上为她破例册后，绝非等闲之辈。没错，而且属下查到，自从那宫女来了以后，皇上批阅奏折变了，朝堂上不再任人摆布，这背后定是那宫女在指点。所以本王才说此女不除，后患无穷。王爷，既然皇上已经撕破脸，我们不如不急。册封大典在7天后，到时候宫中人头攒动，正是动手的好时机。7天后，本王要让他们知道谁才是这天下的主人。王爷，皇上虽然草包，但宫中禁卫军有2000人，我们的人只有1000，兵力上不占优势。1000人就1000人，1000人先下手为强。而且，谁告诉你只有1000人的？城外驻军有3万人马，将领是本王一手提拔的。本王一声令下，半个时辰就能兵临城下。王爷竟然已经布置到了城外。哼哼，本王布局10年，岂是为了今天这点小打小闹？要么不动，要动，就要一击必杀。7天后的册封大典，皇宫的守卫会分出一半去维持秩序，到时候内应外合，先控制宫门，再包围金銮殿。至于皇上和那个妖女，就地格杀，一个不留。姑娘，您要的情报都查到了，赵全的党羽名单、兵力部署、联络暗号全在这里。这哪是摄政王，这分明是地下皇帝啊！很严重吗？比你想象的严重得多。赵全要是现在造反，我们毫无胜算。那就跟他拼了！拼不过，硬碰硬是送死。我们要智取。赵全的优势是兵多将广，弱势是他太自信了。他觉得我们就是瓮中之鳖，所以一定会挑一个他认为最合适的时间动手。最合适的时间？册封大典那天宫里人多眼杂，守卫又要分出一半去维持秩序，正是动手的好时机。姑娘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也会选那天。如果我是赵全，我一定会在那天动手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取消册封大典？不能取消，取消了大典就等于告诉他我们怕了，他反而会提前动手。那怎么办？将计就计。他以为他是猎人，其实他才是猎物。我们要做的就是在册封大典那天反杀他。可是姑娘，我们的兵力只有对方的1/3，怎么反杀？打仗不是靠人多，是靠脑子，靠信息差，靠降维打击。7天之后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。赵全，你准备好了吗？你紧张吗？不紧张。你手心都湿了。闭嘴，看戏。御林军多了300张生面孔，都是赵全的人。宫门外有异动，脚步声比平时重。这老东西果然要动手。笑吧，笑吧，再过半个时辰，你就笑不出来了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自尔林氏玉秀中龄，德容兼备，册封为后，母仪天下。参见皇后娘娘。宫门外有动静，我知道，按计划行事。今日朕大欢，普天同庆，赐宴。皇上，城外乱军入宫，臣护驾来迟，还请皇上恕罪。赵全，你终于忍不住了。
我忍了你3年了，今天该做个了断了。摄政王大人，您确定是您包围了我们？不可能，宫里的守卫明明已经被我的人替换了。你以为你换掉的是守卫，你换掉的是我故意留给你的药啊？这是什么妖术？曼陀罗花粉加酒精萃取的高浓度镇静剂，吸入后5分钟内失去战斗能力。放心，不致命。旺财，该你了。赵全，今天就是你的死期！那只死狗又拆家了，随他去吧，他开心就好。城外的3万人马马上就到，你们这些跳梁小丑，以为这点手段就能赢我？你说的是城外驻扎的那3万兵马吗？皇后娘娘，城外叛军已被全部缴械，主将人头在此。怎么可能？你以为你的幕僚都是忠心耿耿的？你以为你的计划天衣无缝？摄政王大人，您太小看我了。赵全，你可知罪？成王败寇，我无话可说，但我有一事不明，你到底是怎么知道我的全部计划的？这个问题让皇后回答你。从你第一次在朝堂上发难开始，我就在收集你的情报。你以为你安插在宫里的眼线很隐蔽，你以为你的密信很安全，你的每一个幕僚，每一次密会，每一封书信，都在我的掌握之中。甚至连你今天会在册封大典上造反，都是我算好的。你到底是谁？我是你惹不起的人。赵全谋反，罪无可恕，诛9族，其党羽全部打入天牢，听候发落。萧夜，你好狠！你看我给你做了什么？你做的？我让御厨做的，但我全程监督了。那怎么就成你做的了？好歹我也是出了力的嘛。肉干汤，给我！铲屎的，今天谢谢你，要不是你，我可能真的要被赵全干掉了。你不用谢我，你是我养的狗，我保护你是应该的。那我现在还是你的狗吗？什么意思？我现在是人了，还是皇帝，我还能当你的狗吗？你永远是妈妈的傻狗。赵全逆党已除，但其遗毒尚存，朕欲重整朝纲，众卿可有良策？臣妾有一策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讲。赵全之所以能权倾朝野，是因为他把持了6部，安插了无数党羽。要铲除他的遗毒，不能只杀人，更要改制度。这是本宫拟定的新政纲要，共12条，包括改革科举、整顿吏政、轻徭薄赋、兴修水利等。诸位大人可以传阅。皇后娘娘，这科举改革要增加算学和格物，这不合祖制啊！大楚国缺的不是会写八股文的文人，而是会治理水患的工程师，会打造兵器的工匠，会计算粮草的账房。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治国之才。可是娘娘，这轻徭薄赋，国库的收入会减少啊！减少的只是眼前的小利，农民有了余粮才会消费，消费活跃了，商税自然增加，商税增加了，国库反而会更充沛，这叫刺激经济。皇后的意思就是朕的意思，谁有异议？
皇上圣明，皇后娘娘圣明。果然，跟古代人讲经济学，不如直接让暴君拍桌子好使。铲屎的，你最近是不是太累了？我看你黑眼圈都出来了。没办法，改革初期事情多，等上了正轨就好了。你有没有想过留在这里？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永远留在这里，不回现代了。我知道你一直想回去，你抽屉里那本物理书都翻烂了，你在找回去的方法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？哼，猫的观察力。你以为我每天在御书房睡觉是在干嘛？我在看着你。我不知道该不该留下来。现代有我的家人，我的朋友，我熟悉的一切，但这里有我和那只狗。对，有你们。别跑！你是皇帝，能不能有点正形？3个月了，新政推行顺利，朝堂上下一心，百姓安居乐业，这样的日子好像也不错。你看，我抓到了。飞了。你让它飞吧，蝴蝶本来就不该被抓住。那你呢？你也不该被抓住。铲屎的，这3个月我想了很多。你说你不想嫁给我，我理解。你是人，我是狗，我们不是一个物种。但我想告诉你一件事，那8年是我最开心的日子，这辈子能再遇到你，是我最大的幸运。所以，不管你是把我当狗，还是当朋友，还是当别的什么，我都会一直陪着你，因为你是我的铲屎官，这是永远不会变的。旺财，我跟你说个事。什么事？这是我画的回去的方法。理论上，只要集齐5颗特定位置的陨石，就能打开时空裂缝。你要回去了？我把这张纸给你，是想让你帮我保管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不需要它了。你的意思是？旺财，团子，我不走了，这里是我的家，你们是我的家人，我哪儿也不去。我就知道你舍不得我，旺旺。好了好了，松开，我快窒息了。2个傻子，哼。王大人，江南水患的赈灾银两，你说已经拨下去10万两。回皇后娘娘，确已拨付。那为什么江南巡抚的折子上说只收到了3万两，剩下的7万两呢？飞了。娘娘明鉴，下官确实拨了10万两。至于为何只到了3万两，下官不知啊。7万两银子不是小数目，从户部到江南要经过3道转运，5个衙门，每经过1道就被克扣1点，到了地方就只剩零头了。王大人，我说的对吗？娘娘圣明，这确实是大楚国的顽疾，但下官位卑言轻，实在是无力整顿啊。我没说要整顿。从今天起，所有赈灾银两不再经地方衙门之手，由户部直接派人押送到灾区，全程有账可查，有据可凭，中途但凡短缺1两，押送之人就地正法。回去照办，下个月的朝会上，我要看到执行情况。臣遵旨，娘娘千岁千岁千岁。铲屎的，你这手段够狠啊！直接绕过地方衙门，这不是要断了那些人的财路？贪官的财路断就断了，百姓的救命钱1分都不能少。皇后娘娘驾到，臣接驾来迟，罪该万死。周大人不必多礼，我今天前来是有要事相商。娘娘请坐。
娘娘请讲。周大人，你是督察院左都御史，掌监察百官之责。我想问你，大楚国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？吏治虚正，风气虚轻。没错，朝堂风气清正，方能安民，各级官吏恪令职守，百姓方能安居乐业。赵全虽已伏法，但他的爪牙还在，这棵大树盘根错节，不是一朝一夕能清除干净的。娘娘的意思是？这是我这3个月整理出来的贪官名单，上至6部侍郎，下至县令小吏，共47人，每一人都有确凿证据，够抄家灭族的。娘娘，这些人遍布朝野，盘根错节，若是一起动他们，恐怕会引起剧烈反弹。谁说我要一起动了？这些人的势力分布在不同的区域，彼此之间并不完全通气。我们可以先动边远地区的，再动腹地的，先动小官，再动大官。温水煮青蛙，等他们反应过来，已经来不及了。娘娘此计甚妙，只是这需要大量的监察人手。所以我今天来找你，督察院的人手够吗？不够，督察院满打满算只有100多人，而且其中还有不少是关系户，真正能干事的不到一半。那就招人，从新科进士中选拔品行端正、能力出众的，充实督察院。同时设立举报通道，允许百姓直接上书督察院检举贪官。百姓直接上书，这不合组织呀！组织是死的，人是活的，百姓最清楚哪些官是贪官，哪些官是好官，给他们一个说话的渠道，比督察院派100个人下去查都有用。臣愿为娘娘效犬马之劳。不是为我效劳，是为大楚国的百姓效劳。周大人，拜托了。该休息了，都3更了。马上，我把这个方案写完。你白天要去朝堂，要去督察院，要去御书房批折子，晚上还要加班，你比在现代还忙。现代忙是为了赚钱，现在忙是为了活命，性质不一样。活命？赵全不是已经死了吗？旺财，你想想，大楚国为什么会允许赵全这样一个权臣存在？为什么会吏治腐败，民不聊生？不是因为赵全一个人坏，而是因为这个制度本身就有问题。不懂。简单来说，皇帝一个人说了算的制度，太依赖皇帝个人的能力了。遇到明君，天下太平；遇到昏君，天下大乱。而你是哈士奇，你连奏折都看不懂。喂，我不是在骂你，我是在陈述事实。所以我要做的，不是帮你当一个好皇帝，而是建立一个不需要好皇帝也能正常运转的制度。就像你跟周正说的那些。对，把这些都建立起来，让制度管人，而不是人管制度。这样就算有一天我们不在了，大楚国的百姓也能过上好日子。西域月之国使者觐见。月之国使臣阿史那参见大楚皇帝陛下。平生，月之国派使者来我大楚，所谓何事？陛下，月之国与贵国一向友好，此次臣奉命前来，一是进贡良马100匹、宝石10箱，为我月之国长公主求亲，愿与贵国结秦晋之好，永世休沐。月之国虽是西域强国，但与我大楚相隔万里，联姻有何益处？月之长公主据说貌美如花，若能入宫为妃，倒也是一桩美事。朕已经有皇后了，不纳妃。陛下，我月之长公主身份尊贵，即便不做皇后，做个贵妃也是使得的。朕说了，不纳妃，你要听不懂，朕让人送你回去。陛下，这是要拒绝我月之国的善意吗？使者远道而来，朕方才失礼了。联姻之事事关重大，容朕与朝臣商议后再作答复。使者先在驿馆休息几日。多谢陛下，臣静候佳音。皇上，月之国此次来求亲，表面上是结好，实则是试探。若我们拒绝，他们很可能会联合西域其他国家，对我大楚西部边境构成威胁。可是皇上已经有了皇后，要是纳月之公主为妃，皇后娘娘的面子上也不好看。
谁说一定要纳妃？不纳妃，那月枝那边怎么交代？谁说结亲一定要嫁人？月之国想要的是什么？表面上是联姻，实则是想攀上大楚这棵大树，在跟周边国家的竞争中占得先机。既然他们要的是利益，我们给他们利益就是了，不用嫁人也能结盟。怎么结？开通商路，允许月之商人到大楚境内经商。大楚的丝绸、瓷器、茶叶也可以通过月之放到更远的西方国家，双方各取所需，比嫁一个公主实惠多了。娘娘的意思是互市？对，互市，而且不只是跟月之，跟西域所有国家都可以互市。商路一通，财富就来了，财富来了，大楚就更强大了。可是西域各国之间纷争不断，如果我们在那里开通商路，势必会被卷入他们的纷争。那就让月之替我们管。月之是西域最强的小国，让他们做西域的代理人，维持商路的安全。作为回报，我们给他们最优惠的通商条件。此计甚妙，不费一兵一卒就能在西域打开局面。皇后娘娘深谋远虑，臣佩服。那就这么定了。礼部，去跟月之使者谈，告诉他们，不嫁人，但互市，条件可以谈，底线不能退。臣遵旨。大人，大楚皇帝拒绝联姻，却提出互市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意思就是他们不想把公主嫁过来，但又不想得罪我们。那我们怎么办？回去怎么跟大汗交代？不，这个结果可能更好。更好？联姻只能得到一个大楚的妃子，对大楚的影响力有限。但互市，如果商路真的能打通，月之就能成为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，到时候银子滚滚来了。大人英明。这个提出互市的人不简单，大楚的皇后果然名不虚传。回去告诉大汗，大楚有一个了不得的女人，让我们的人多收集一些关于她的情报。是。你是不是太累了？我看你最近瘦了不少，那只死狗不心疼你，我心疼。他怎么会不心疼？他天天让御厨给我炖补品，我都吃腻了。他那叫心疼吗？他那叫把你当猪养。你这话要是让他听见，他又要跟你吵。吵就吵，我怕他。铲屎的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什么问题？你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在为将来打算，但你的将来什么意思？我是说，你对那只狗到底是怎么想的？它喜欢你，瞎子都看得出来。但你呢？你把它当狗、当朋友、当工具，还是当别的什么？团子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八卦了？我不是八卦，我是担心。你这个人什么都好，就是有一件事，你太理智了，理智到不会做任何超出计划的事情。但是感情这件事是不能用计划来衡量的。那只死狗虽然傻，但它对你的感情是真的。你如果对它也有一点点意思，就不要一直吊着它。如果你对它没意思，也趁早说清楚，别让人家一直等着。我不知道。不知道什么？我不知道我对他是什么感情。我爱他，那是肯定的，但我分不清那是主人对宠物的爱，还是女人对男人的爱。那你慢慢想吧。旺财，团子，你们对我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我留在这里，真的只是为了改革朝政吗？睡不着？喝点儿，御膳房新酿的桂花酒，不烈。味道不错。你是不是有心事？你怎么知道？我能闻到，你心情不好的时候，身上的味道会变。你真是狗鼻子。所以能跟我说说吗？
什么事让你不高兴了？旺财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们没有穿越，现在会是什么样子？应该还是老样子吧。那听起来挺无聊的。不无聊，有你在，就不无聊。旺财，如果我不是你的铲屎官，你还会对我这么好吗？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你，不管你是我的铲屎官，还是我的皇后，还是街上一个陌生人，你都是你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明天还要上朝呢。旺财，给我一点时间，等我把手头的事情忙完，我给你一个答复。好。陛下，关于护市之事，臣已请示本国大汗。大汗表示，月之国愿与大楚国结为兄弟之邦，互通有无，永世修好。很好，具体的条款由户部和礼部与使者商谈。朕只有一个要求，商路的安全由月之负责。若有商队在月之境内被劫，月之需10倍赔偿。作为交换，大楚销往西域的丝绸、瓷器、茶叶，月之国享有优先采购权，且价格比其他国家优惠1成。此言当真？君无戏言。月之国愿与大楚国永结同心。好，传旨，即日起开通西域商路，命户部设立护市司，专管此事。皇上圣明，皇后娘娘圣明。这石头不错，我要了。随便，那是西域商人送的礼物，算他们有眼色。总算批完了。铲屎的，你最近心情好像不错。有吗？有，你以前加班的时候会叹气，现在加班的时候会哼歌。我哼歌了，哼了一下午了，你自己没发现？可能是心情好吧。是因为那只死狗吧？你能不能别什么事都扯到他？不是我扯，是你最近提到他的次数变多了。以前你说旺财的时候，语气像是在叫狗，现在你说旺财的时候，语气像是在叫……像在叫什么？像是在叫一个喜欢的人。行了吧，别装了，你的猫可是鉴表专家，见不了一个毛头小子对你的意思。你再胡说八道，我就把你的猫粮断了！你舍得吗？人类真麻烦，互相喜欢为什么要藏着掖着？你骑得太慢了，快点！我又不是你，4条腿。我是2条腿，我骑的是马。你今天怎么突然想来骑马了？天天在宫里待着，闷得慌，出来透透气。也是，你最近太忙了。你还记得前世我们第一次见面吗？记得，你是一只被遗弃的小奶狗，缩在纸箱里，浑身脏兮兮的，在路边发抖。你把我抱起来的时候，我用舌头舔了你的脸。对，你舔得我一脸口水。我当时就想，这只狗怎么这么自来熟？因为你身上有很好闻的味道，那种味道让我觉得安心。那是洗衣液的味道吧？不是，是你自己的味道。从那天起，我就认定了你。旺财，你问我的那个问题，我想好答案了。什么问题？你问我能不能把你当做一个男人？我想了很久，然后我意识到一个问题，
我之所以想那么久，不是因为我对你没有感觉，而是因为我太害怕了。怕什么？怕失去。前世我失去了你一次，那种痛我不想再经历第二次。如果我们的关系变了，我可能承受不住。你听我说，前世的车祸是意外，不是谁的错，但这辈子我不会让任何意外把我们分开，我会保护你一辈子。如果你愿意，让我不只是你的狗。旺财，你要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？不管发生什么，不许再拆家。紫檀木的门真的很贵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少爷，放我下来！这辈子都不放了。总算在一起了，再磨叽下去，我都要替他们着急了。喂，你们两个能不能别在马场秀恩爱，考虑一下单身猫的感受？那只死猫肯定是嫉妒。你别说出来啊！你现在有他了，不会不要我了吧？怎么会？你们一个是我的狗，一个是我的猫，我不要谁都不会不要你们。这还差不多。皇上，北境匈奴派使者送来国书，言辞极其傲慢，扬言若不增加岁币，便要挥师南下。增加岁币？去年才涨过，今年又要涨，真当大楚是 ATM 机啊？这不是普通的勒索，匈奴新单于刚继位，需要用一场胜利来巩固地位。如果我们乖乖给钱，他在国内就有了面子，以后会变本加厉；如果我们不给，他就有了开战的借口。那可如何是好？北境防线虽然加固了，但真要打起来，我军未必是匈奴铁骑的对手啊！哼，不打也不给，那怎么办？拖到冬天。匈奴人靠游牧为生，冬天是他们最难熬的时候，牲畜冻死，粮食短缺，战斗力会大打折扣。而我们的军队，冬天有城池保护，有充足的后勤补给，优势更大。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跟匈奴谈判，谈2-3个月。表面上我们是在认真讨论岁币的事，实际上是在拖时间。等冬天一到，他们的优势就没了。娘娘此计甚妙，可是万一匈奴人不耐烦，提前动手呢？那就更好了。冬天还没到，他们的补给线比我们还长，打持久战他们耗不起。只要我们能守住第一波进攻，他们自己就会退兵。就这么办。李大人，去跟匈奴使者谈，态度要好，条件可以谈，但一个字拖。臣遵旨。你怎么什么都会，连打仗都懂？这不叫打仗，这叫博弈论。铲屎的，你说的那个什么论，能教教我吗？你一个后宫嫔妃，学博弈论干什么？宫斗也是博弈啊。唉，行吧，有时间教你。什么？大楚说还要再商议，这都商议了半个月了。大人，大楚的礼部尚书说岁币的数额需要详细核算，让大人再等几日。再等几日？老子从北京走到这里用了2个月，再等下去冬天都要到了。等等，冬天。大楚一直在拖延时间，每次都有不同的理由，这不是在谈判，这是在等冬天。大人，等冬天对他们有什么好处？哼，冬天我们的战斗力会下降，而他们有城池保护。等冬天一到，他们就更有底气跟我们谈。那我们怎么办？立刻飞鸽传书给单于，告诉单于，大楚在故意拖延时间，建议单于不等了，提前南下。是。大楚的皇帝，还有那个传说中的皇后，你们想跟本将军玩心眼儿？好，那就看看谁玩得过谁。娘娘，匈奴使者赫连烈昨日飞鸽传书，内容已截获。
你的判断是对的，赫连烈看穿了我们的意图，已经建议单于提前南下。提前？能提前多久？根据情报，匈奴大军已经在边境集结，最快半个月内就能南下。半个月？现在是初秋，半个月后还是秋天。秋天的匈奴铁骑战斗力依然很强，而我们的一些秋收还没完成，这个时候打仗对我们不利。那怎么办？既然拖不住了，那就打，但不是硬碰硬，而是以逸待劳。什么意思？把边境百姓全部撤入城内，坚壁清严。匈奴人南下是为了抢粮食、抢人口。如果什么都抢不到，他们的士气就会受挫。同时，派出小股骑兵，日夜骚扰他们的补给线。匈奴人打仗靠的是速度和突袭，补给线一旦被切断，他们就撑不了多久。娘娘的意思是游击战？对，敌进我退，敌驻我扰，敌疲我打，敌退我追，不跟他们正面交锋，但让他们一刻也不得安宁。去，召集兵部尚书和北境守将，连夜开会。是。匈奴来袭，内忧刚平又起外患，这个皇后真是比产品经理还难当。皇上、娘娘，北境急报，匈奴大军10万铁骑已南下，先锋部队距离雁门关不足300里。10万？去年不是说匈奴只有8万兵力吗？新单于统一了草原各部，兵力大增，10万还是保守估计，实际可能更多。10万大军的军粮、军饷、军械，国库承受不起呀！承受不起也得承受。匈奴人都打到家门口了，难道要拱手让出北境？各位大人，稍安勿躁。10万大军听起来可怕，但匈奴人的补给线很长，真正能投入战斗的不会超过7万，而我们北京守军有5万，加上各地援军，总兵力可达8万，兵力上并不吃亏。关键是战术，我已经拟定了北境防御方案，请赵将军过目。娘娘，这战术前所未闻，坚壁清野，游击骚扰，诱敌深入，分割包围，这真的是娘娘想出来的？书上看来的，赵将军只需告诉我，可行吗？可行。臣在北境打了20年仗，从未见过如此精妙的战术。若按此方案执行，臣有70%把握击退匈奴。70%不够，朕要10%。赵将军，若我给你一样秘密武器，你能将把握提高到几成？什么秘密武器？这是改良版的神臂弩，射程比现有的远1倍，威力大3成。我已经让工部赶制了5000把，10天之内可以送到北境。射程远1倍，威力大3成。娘娘，若有此等利器，臣有90%把握。好，赵虎听令。臣在。朕命你为北境大都督，全权负责抗击匈奴。朕只有一个要求，打赢。臣誓死不负皇上所托。那个神臂弩的图纸你什么时候画的？每天晚上你睡着之后。所以你这半个月每天都熬夜？没事，习惯了。上辈子赶项目的时候，连续通宵3天都是常事。你不能这样，你要是累倒了，大楚国怎么办？我怎么办？好了好了，我没事，匈奴的事解决了就休息。先把这个喝了，我让御膳房炖了2个时辰。团子，你什么时候学会关心人了？我什么时候不关心你了？只是我以前不说而已。团子，你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最近总做一些奇怪的梦，梦到前世，梦到你带我和旺财去绝域的那天，梦里那辆车朝我们撞过来的时候，我很害怕，醒来之后更害怕，我怕这一世又会有什么意外把你带走。
不会的，这一次我会保护好你们。将军，匈奴先锋军来了，大约2万人。2万人就敢来打雁门关，赫连烈也太小看我们了。将军，按娘娘的战术，我们应该是坚壁清野，诱敌深入。传令下去，城外百姓全部撤入城内，粮食一粒不留，水井全部填埋。是。大楚的懦夫们，出来受死！怎么不敢出来？那就别怪老子不客气了！攻城！这是什么弩？射程怎么这么远？娘娘说的对，不跟他们硬拼，先消耗他们的锐气，等他们疲惫了，就是我们反击的时候。将军，大楚的弩太厉害了，我们的骑兵还没冲到城墙下就被射倒了。而且他们把城外所有的粮食和水源都毁了，我们的补给线又被大楚的小股骑兵不断骚扰，士兵们又饿又渴，士气很低落。这就是那个皇后的战术，坚壁清野，游击骚扰。将军，要不我们先撤吧，等冬天过了再打。不能撤，单于派我们来是要我们打赢的。如果我们就这么灰溜溜的回去，单于的脸面往哪搁？那我们怎么办？雁门关打不下来，那就绕过去，从西边的峡谷绕到雁门关背后，前后夹击。可是将军，西边峡谷地形险要，大军难以通行。那就分兵，2万人在正面佯攻，主力8万人从峡谷绕过去。将军英明。大楚皇后，你以为这点小把戏就能挡住匈奴的铁骑？你太天真了。娘娘，北境急报，匈奴主力分兵西进，试图从峡谷绕到雁门关背后。这个峡谷地形险要，易守难攻，但如果让匈奴人穿过去，雁门关就危险了。赵虎能守住吗？如果赵虎提前知道，他能守住；但如果他不知道，被前后夹击。等等，这个峡谷的地形，如果是雨季，这里会变成什么样？雨季？现在是秋天，没有雨啊。没有雨，但我们可以造雨。造雨？怎么造？上游有一条河，对吧？如果在峡谷的上游筑坝蓄水，等匈奴人进入峡谷后，再决堤放水。水淹七军？对，匈奴铁骑再厉害也怕水。峡谷两侧都是峭壁，一旦洪水灌入，他们连跑的地方都没有。娘娘此计太狠了。对敌人仁慈，就是对自己残忍。传令赵虎立刻在上游筑坝蓄水，诱使匈奴主力进入峡谷，然后开闸放水。是。将军，这地方太险了，如果大楚在这里设伏……哼，大楚的兵力都在雁门关，哪有人来设伏？加快速度，天黑之前必须穿过峡谷。这里怎么这么湿？前几天没下雨啊。将军，上游好像有一条河。上游河？撤！快撤！这是陷阱！湖水来了！大楚皇后，你好狠！将军，成了，真的成了！8万匈奴主力就这么没了。皇后娘娘真乃神人也！我们赢了！匈奴人被水淹了！皇后娘娘万岁！娘娘，臣服了。您不只是皇后，您是大楚的守护神。皇上，娘娘，雁门关大捷，匈奴主力8万人在峡谷被洪水淹没，赫连烈生死不明，匈奴残部已退出边境。皇上圣明，皇后娘娘圣明。
你不高兴吗？高兴，但打仗不是目的，和平才是。匈奴主力虽然被灭了，但草原上还有他们的部族，如果逼得太紧，他们会拼死反抗。那接下来怎么办？传旨，北境守军不得追击，同时派出使者去草原，向匈奴各部传达一个消息：大楚不想打仗，但也不怕打仗，愿意归顺的可以继续在草原放牧。大楚每年提供粮食和布匹，不愿归顺的，赫连烈就是他们的下场。娘娘圣明，就这么定了，退朝。铲屎的，你今天在朝堂上的样子好帅，那些大臣看你的眼神都变了，是吗？我没注意。你当然没注意，你只看得到那些奏折。我跟你说，今天散朝后，好几个大臣来找我，说皇后娘娘真乃女中诸葛。女中诸葛，我又不是诸葛亮，你比诸葛亮厉害。诸葛亮会造神臂弩吗？会用水淹七军吗？水淹七军那是关羽干的。关羽是谁？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哎，听说了吗？匈奴各部终于派人来求和了。这回来的可不是那个趾高气扬的赫连烈了。匈奴使臣阿骨拉奉各部头人之命前来大楚求和，匈奴愿世世代代臣服大楚，永不侵犯。匈奴屡次犯我边境，杀我百姓，抢我粮食。现在说求和就求和，当大楚是什么地方？匈奴愿赔偿大楚所有损失，愿献上良马5000匹，牛羊3万头，皮毛10万张，愿送单于之子入京为质。哼，不够，请陛下示下。朕的条件有3：第一，匈奴从此取消单于称号，改称匈奴王，由大楚册封；第二，匈奴每年向大楚进贡，数量另行商议；第三，开放互市，匈奴的牛羊马匹可以卖到大楚，大楚的粮食、布匹、铁器也可以卖到草原，双方百姓自由贸易，不得阻拦。陛下，此言当真？哼，君无戏言。你回去跟你们那些头人商量，同意了就来签合约，不同意就继续打。朕的皇后还有100多种战术没用完呢。臣代匈奴各部谢陛下隆恩，谢皇后娘娘隆恩。娘娘，您的这3个条件实在是高。第一条是在名分上贬低匈奴，第2条是在经济上控制匈奴，第3条是在利益上绑定匈奴。3条加在一起，匈奴以后再想造反，就得掂量掂量了。周大人说的对，打仗只是手段，和平才是目的。与其打来打去两败俱伤，不如大家一起做生意赚钱。可是娘娘，互市开放以后，草原上的马匹大量涌入，会不会冲击我大楚的马政？不会，草原马匹虽多，我们可以通过互市，把草原上最好的战马买过来，充实我大楚的骑兵。这叫以彼之马，壮我之师。娘娘此计甚妙。那当然，朕的皇后是最厉害的。少拍马屁。铲屎的，匈奴的事儿解决了，西域商路也开通了，吏治也在整顿了。你接下来还有什么大计划？教育改革。教育改革？对，大楚国的科举只考儒家经典，太偏科了。我想增加算学、格物、法律、经济等科目，选拔更多实用性。又要搞事情？不搞事情的人生和咸鱼有什么区别？哼。你累不累啊？累，但停下来我会更累。那你就停下来休息一下。大楚国不是1天能建好的，你可以慢慢来。好，听你的。皇后娘娘，科举乃我大楚立国之本，自太祖高皇帝开国以来，200余年未曾变过。娘娘要增加算学、格物等科目，这实在是动摇国本啊！动摇国本？李大人，我问你，大楚国的农田谁在种？城墙谁在修？河道谁在疏？自然是百姓在种，工匠在修。对，
百姓、工匠、商人、士兵，这些人才是大楚国的根本。而科举选出来的官员呢，只会写八股文，连水稻和麦子都分不清，连算盘都不会打。这样的人去治理地方，能治理好吗？可是娘娘，圣人云，圣人还云，民为贵，社稷次之。你们天天把圣人挂在嘴边，圣人的话做到了几句？都起来吧，各位大人，我不是要废除儒家经典，儒家讲仁义礼智信，这些是做人的根本，不能丢。我的意思是，在考儒家经典的基础上，增加实用的科目，让选出来的官员既懂仁义道德，又懂实际政务。我举个例子，江南水患，一个懂水利的县令和一个只会写文章的县令，哪个更能解决问题？懂水路的。所以啊，改革不是要推翻祖制，是要让祖制更好地发挥作用。娘娘圣明，臣等遵旨。你看他们那个表情，像吃了苍蝇一样。你还笑？他们回去肯定要在背后骂我。骂就骂呗，他们又不敢当着你的面骂。再说了，你被骂的还少吗？也是，从穿越到现在，我哪天没被骂？你们两个能不能别在我面前秀恩爱？我是来晒太阳的，不是来吃狗粮的。你不想吃也得吃，谁让你是一只猫？你说什么？铲屎的救我！好了好了，别闹了，说正事。科举改革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我还要在京城设立一所新式学堂，专门培养算学、格物、法律、经济方面的人才。学堂叫什么名字？就叫京华学堂吧。我支持你。我也支持你。我们已经好久没有这样出来逛了。是啊，上次出来还是3个月前。那是因为你太忙了，以后我要多带你出来走走。好。给你，前世你每次带我和死猫去公园，都会给我们买零食，这次换我请你。好吃。旺财，你知道吗？1年前我刚穿越过来的时候，每天都活在恐惧里，我怕哪天得罪了哪个贵人，就被拖出去打死了。现在呢？现在我是皇后，谁敢打我？对，你现在是大楚国最尊贵的女人。不是尊贵，是有你们在，我就不怕了。两位客官，买书吗？我这里什么书都有。这本多少钱？50文。太贵了。旁边那本呢？那本是新到的算学书，80文。算学书？还有人买算学书？买的人少。这年头，读书人都去读4书5经了，谁读算学呀？我这算学书都积灰了。这就是问题所在，不是没人需要算学，而是社会没有给算学足够的价值。科举不考，学了也没用。在想什么？没什么，走吧，去别处看看。等你那个京华学堂建起来了，这些算学书就有销路了。希望吧。听说皇后娘娘要改革科举，增加算学、格物等科目，这简直是荒谬。就是算学、格物，那是工匠学的下等学问，怎么能跟儒家经典相提并论？我听说皇后娘娘还要在京城办什么新式学堂，专门教这些下等学问，这不是要把大楚国的读书人带歪了吗？皇后娘娘一个妇道人家，懂什么治国之道？不过是仗着皇上的宠爱，胡作非为罢了。坐下。他们在骂你。让他们骂，听听他们怎么说，也好知道反对的人在想什么。我听说皇后以前是个浣衣局的宫女，不知道用了什么狐媚手段迷惑了皇上。这样的女人怎么能母仪天下？你们小声点儿！皇后娘娘现在权倾朝野，连摄政王都被她扳倒了。要是被她的人听到，我们都得吃不了兜着走。哼，怕什么？大楚国的天下还是读书人的天下，她一个妇道人家
还能翻天不成？走吧，听够了。那几个书生，我要把他们抓起来。抓他们干什么？他们说他们的，我做我的。等我的改革出了成果，他们自然会闭嘴。可是他们骂你。旺财，我在现代的时候什么难听的话没听过，这点骂声我早就不在乎了。走吧，回宫，还有很多事要做呢。还在想学堂的事。建学堂不难，难的是请先生。大楚国懂算学格物的人太少了，而且大多身份低微，登不了大雅之堂。那就请那些身份低微的人来教啊！你连摄政王都扳倒了，还在乎身份？你说的对，是我着相了。禅使的，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什么问题？你做的这些事都不是一个皇后该做的事，你更像是一个宰相，或者说是皇帝。你想说什么？我的意思是，你是不是该考虑一下正儿八经的要一个官职，而不是以皇后的身份去做这些事？你是说让我当官？对，那只死狗是皇帝，你是他的皇后，你可以通过他发号施令，但始终名不正言不顺。那些反对你的人打出的旗号就是后宫干政。如果你有了正式的官职，他们就没话说了。可是大楚国从来没有女人当官的先例。你什么时候在乎过先例？你说的对，我从来就不在乎什么先例。所以啊，去找那只死狗谈谈，让他给你个官当的。团子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懂事了？我一直都很懂事好吗？只是你以前没发现。禅使的，你来的正好，这本奏折我看不懂，你帮我看看。这是户部关于今年税收的汇报，意思说今年税收比去年增加了20%，问你要不要给官员们发点奖金？发奖金？发多少？发1个月的俸禄吧。税收增加是百姓的功劳，不是官员的功劳，意思一下就行了。禅使的，你真厉害。旺财，我有件事想跟你说。什么事？我想当官。你已经是皇后了，还要当什么官？皇后是皇后，官是官。我现在做的事情都是用你的名义在发号施令。那些反对我的人说我后宫干政，如果我有正式的官职，他们就没话说了。你说的对，那你想要什么官？我想当宰相。宰相？大楚国从来没有女人当宰相。大楚国也从来没有宫女当皇后，你不是照样封了我？这……旺财，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。这段时间我做的事情你看到了，改革、外交、军事、教育，哪一样我做的不好？都做得很好。那为什么我不能当宰相？就因为我是一个女人。你说的对，能力不分男女。既然你能做宰相的事，为什么不能当宰相？你同意了？同意了。明天朝堂上，我就下旨封你为宰相。旺财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你怎么脸红了？没有。众位爱卿，朕今日有一道旨意要宣。奉天承运，皇帝诏曰：皇后林氏自入宫以来，德才兼备，功勋卓著。朕思虑再三，决定破例册封林氏为大楚国宰相，兼领尚书省事。钦此。皇上不可！大楚国从未有女子为相的先例，此举不合祖制。皇上三思。皇后娘娘虽然功勋卓著，但宰相乃百官之首，让一个女子担任，恐天下人非议。皇上，此事万万不可呀！各位大人，你们说我不能当宰相，理由是什么？因为大楚国没有这个先例。先例是人创的，大楚国的先例一开始也没有。难道太祖皇帝当年立国的时候也要遵循先例吗？
你们说我一个女子不能为相，那我问你们，我做的那些事哪一件是男人做不到的？我再问你们，在我来之前，大楚国是什么样子？赵权专权，吏治腐败，边境不宁，百姓困苦。我来之后，大楚国又是什么样子？赵权服罪，吏治清明，匈奴臣服，百姓安居。这些变化，难道是靠先例变出来的？皇后娘娘说的对，臣支持娘娘为相。臣支持娘娘为相，臣也支持。朕已经决定了，谁再反对，以抗旨论处。皇上圣明，皇后娘娘圣明。终于过了这一关，接下来就要看我怎么当好这个宰相了。娘娘，主楼按照您的图纸用的是砖木混合结构，比传统的木结构更坚固，预计2个月后能完工。只是娘娘，这图书馆要藏书万卷，大楚国的书籍数量有限，恐怕……书籍的事我来解决。我已经让人从全国各地采购书籍，还让人抄录了宫廷藏书。另外，我打算自己编写几本教材。娘娘亲自编写教材？算学、格物、经济、法律各写一本入门教材。娘娘大才，臣佩服。你在做什么？大人，小人在划线，准备做房梁。你这个角度有问题，房梁的承重受力点不对。如果按这个做，时间长了会变形。大人也懂木工？略懂。你看，这里的角度应该再大5度，这样受力会更均匀。大人厉害，小人做木工10年了，没想到还有这种解法。起来吧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小人叫张铁柱。张铁柱，你对木工很有天赋，有没有兴趣来金华学堂教书？小人只是个工匠，怎么能教书？工匠怎么了？工匠懂的东西，那些读书人未必懂。金华学堂要教的，就是实实在在的本事。小人愿为娘娘效劳。不是为我效劳，是为大楚国的孩子们效劳。先吃点东西吧，你都写了1晚上了。几更了？3更了。好喝。对了，你帮我看看这段写的怎么样？我看不懂。对不起，我忘了你识字不多。你说我要不要也学学？我现在是皇帝，连奏折都看不懂，全靠你帮我批。我想变得更好。好，我教你。真的？真的。从明天开始，每天学10个字，1年就是3000多个，够用了。太好了！松手，松手，我快窒息了！死狗，你写的这是什么？虫子在爬吗？你行你来！我是猫，我又不用认字。那你就闭嘴！就不闭，我就看你怎么出丑。好了，你们2个别吵了。旺财，你写得很好，比昨天进步了。各位同学，欢迎来到金华学堂。从今天起，你们将在这里学习算学、格物、经济、法律等科目。这些科目，有些你们可能听过，有些可能没听过。但我可以告诉你们，学会了这些，你们可以改变大楚国。大人，学会了这些，能当官吗？能。从明年起，科举会增加这些科目，你们学得好，就可以通过科举当官。大人，我们是寒门子弟，以前没读过什么书，能学会吗？能。学问不看门第，看努力。你们只要肯学，我就肯教。好了，现在开始上课。今天我们讲数，这是1，你们知道它代表什么吗？它代表一个苹果、
一本书，一个人。数学不是天书，它就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。这是一个苹果，如果我再加一个苹果，是几个？2个。对，1加1等于2，这就是数学。死猫，你走开，字都花了。你写的丑，不关我的事儿。你们俩又闹什么？铲屎的，他欺负我。我没有，我只是在看他写字。有进步，这10个字写得比昨天好。那当然，我可是很努力的。努力也没用，狗就是狗，写不出人字。好了好了，说正事。今天学堂开学了，来了30个学员。怎么样？他们能学好吗？能，都是好苗子。朝堂稳固，百业兴盛。终于能卸下重担，好好歇一歇了。